看到武契奇总统握着中国建设者的手，用中文说出感谢中国朋友时，小编真的忍不住热血沸腾。之前还有人质疑中国基建在海外搞面子工程，结果呢 3.5 公里的花环隧道不仅提前1个月贯通，还把塞尔维亚翻山30分钟的路程砍到5分钟。这哪里是面子，分明是实打实改变民生的里子工程。现在国际隧道界奥斯卡又把大奖颁给他，这下谁敢说中国基建不行？大家好，欢迎来到星球热点，聚焦全球视野下的中国力量，深挖国际合作背后的硬核故事。点赞、订阅加小铃铛，带你看中国基建如何在世界舞台上圈粉无数。当地时间2025年10月17日，塞尔维亚弗鲁什卡戈拉国家公园的清晨还飘着薄雾，花环隧道施工现场早已机器轰鸣。上午9点，随着最后一方岩石被移除，隧道深处的欢呼声顺着通风管冲出来，和洞口的掌声、鸣笛声搅在一起。中国路桥承建的塞尔维亚最长公路隧道右洞正式贯通了。武契奇总统穿着深色西装走到刚清理完的掌子面跟前，目光扫过平整的岩壁，转身对着中塞建设者们高声说：“这是改变塞尔维亚交通格局的重要时刻。”扩音器把他的声音传得很远，现场每个人都能感受到那份振奋。以前穿越这座山要绕30分钟山路，现在5分钟就够了。这条隧道就是塞尔维亚北部交通的新动脉。话音刚落，掌声又一次响了起来。施工人员脸上还沾着尘土，笑容却格外灿烂。武契奇穿过人群，挨个和建设者握手。走到中方项目经理面前时，他特意用中文说：“感谢中国朋友，没有你们，我们完不成这项艰巨的工程。”接着，他又转向周围的塞尔维亚民众，提高声音强调：“中塞是铁杆友谊，花环隧道就是最好的见证。未来我们还要和中国在更多领域合作，一起推动塞尔维亚发展。”中国驻塞尔维亚大使馆参赞也来到了现场。他在致辞里提到，从2021年开工到现在，中塞建设者一起克服了太多困难。今天右洞贯通，不只是工程上的突破，更是中塞务实合作的又一个成果。中国愿意一直和塞尔维亚分享技术和经验，给两国人民带来更多实实在在的好处。工程好不好，百姓最有话语权。隧道贯通的消息一传开，当地民众比谁都高兴。伊里格镇的面包店主米洛就挤在围观人群里，激动地对记者说：“我每天都要开车送面包到诺维萨德，以前走山路要半小时。夏天天热，面包总担心变质，卖不出去就亏了。现在隧道通了，5分钟就能到，不仅面包不会坏，我还能多跑几趟，多赚点钱，下午还能陪家人，这真是太好了。”弗鲁什卡戈拉地区作为塞尔维亚的粮仓，以前绕山路不仅费时间，油费也贵。当地农业协会负责人算过一笔账，隧道通了以后，农产品运输成本能降30%以上，粮食水果能更快运到市场，甚至能出口到周边国家，农民的收入肯定能涨不少。好处这么多，自然难度也不小。在整个建设过程中，中国团队遇到的难题比预想的还要多。首先，弗鲁什卡戈拉国家自然保护区的地质条件简直就是基建禁区的代名词。隧道要穿越的地方全是膨胀性软岩，这种岩石一碰到水就变软，强度直接下降，就像把房子建在海绵上，随时可能出问题。更麻烦的是，地层里还有密密麻麻的断层破碎带，就像石头里的裂缝，稍微挖偏一点就可能引发坍塌。更棘手的是，隧道进口端要从21号国道下面穿过去。21号国道是当地的交通要道，要是施工时出点差错，不仅隧道得停工，国道通行安全也会受影响，后果不堪设想。当时有欧洲工程师说，这种条件下能保证不塌就不错了，想提前完工根本不可能。但中国团队偏不信这个邪，中方项目组带来了先进设备，还和塞方工程师一起制定了周密的方案，一步步破解难题。先用设备硬核加持，80多台双臂凿岩台车、混凝土湿喷台车轮番上阵，24小时不停工。这些设备都是针对复杂地质设计的。凿岩台车能精准定位钻孔，湿喷台车能快速给岩壁喷上混凝土，防止岩石松动。然后用技术创新破局，团队用了新奥法施工理念，简单说就是先探后挖，边挖边护。
先通过超前地质预报摸清前面的地质情况，就像给隧道装了透视眼，再用超前支护技术，在挖之前先给岩壁打支架，最后用光面爆破，让开挖的岩壁平整又稳固，减少变形风险。除此之外，项目组还有智能监控保驾护航。项目组装了实时监测系统，24小时盯着隧道内部结构变化，只要数据有一点异常，马上调整施工参数，就像给隧道装了心跳监测仪，随时掌握它的健康状况。4年多的建设里，这样的攻坚时刻还有很多。2023年雨季，隧道突然大规模涌水，水顺着岩石裂缝往里面灌，要是堵不住，之前的工程就白费了。中方技术人员连续72小时没合眼，用高压劈裂注浆技术一点一点把水源堵住，终于控制住了险情。2024年冬天，当地气温降到了-15摄氏度，混凝土在低温下会冻坏，强度不够，团队立刻搭起临时保温棚，用加热设备把施工环境温度升到5摄氏度以上，保证了混凝土的质量。施工日志里每一页都记着这些攻坚克难的日子，每一页都是中塞建设者的汗水和智慧。最后，项目不仅实现了零事故贯通，还提前1个月完成了年度目标。难怪之前质疑的欧洲工程师看到成果后也忍不住称赞中国技术和中国团队的执行力确实厉害。当国际隧道与地下空间协会主席在颁奖台上念出年度重大工程金奖深中通道沉管隧道时，贝尔格莱德会议中心的掌声瞬间响彻全场。要知道 ITA 可是1974年成立的全球隧道领域权威殿堂，它从2015年开始颁发的隧道大奖就是业内公认的奥斯卡，能拿下这个奖相当于站在了世界隧道技术的巅峰。而2025年第11届颁奖礼上，中国基建直接上演高光时刻，3个项目同时斩获重要奖项，把中国隧道建设的硬实力明明白白展现在了全球同行面前。先看摘得年度重大工程金奖的深中通道，它可是妥妥的世界级超级工程。它连接深圳和中山，全长约24公里，双向8车道的设计，让它成为了世界首例集桥、岛、隧、水下互通于一体的超级集群工程。单说海底沉管段就长达5035米，管节最宽处能到55.46米，放眼全球，还没哪个沉管隧道能比它更宽。但建设过程中难题可是一个接一个，超宽、变宽的结构设计，加上深埋海底的复杂环境，还有随时可能出现的大回淤问题，每一个都是让国际同行头疼的硬骨头。可中国建设团队偏不信邪，硬生生靠技术创新啃下了这块硬骨头。他们不仅用国内首创、国际首次大规模用钢壳混凝土新型组合结构，直接突破了沉管隧道的技术瓶颈，还琢磨出世界首创的整体浮运海中管内推出式最终接头，把超大断面、复杂洋流这些难题解决得明明白白，给全球沉管合龙提供了新方案。更是用水下水泥搅拌桩地基处理技术，完美搞定了身后软基上超长沉管的纵向刚度协调问题。再看拿到年度工程银奖的上海轨道交通市域线机场联络线工程，这项目也是打破常规的典范。作为国家首批11条市域示范线路之一，它还是全国第一条以地下线为主的市域铁路，全长68.6公里，设计时速160公里，跑起来比不少高铁都快。建设时，团队面对的挑战也是一点不少。覆水地层开挖容易漏水，深基坑支护风险高，还得连续下穿已经在运营的轨交线路，稍有不慎就会出大问题。但中国工程师们有自己的绝招，管片拼装时严格遵守3精3控原则，把错台和间隙控制在3毫米以内，最终实现32万平方米隧道主体零渗漏，这精度在业内都是顶尖水平。而刚才小编介绍的花环隧道也在此次的颁奖中拿下了卓越地下工程解决方案奖，证明了中国基建的国际范儿。小编觉得这次中国能在隧道界奥斯卡一次拿下3个大奖，背后是中国基建几十年如一日的技术积累和创新突破，是工程师们攻坚克难的坚守，更是中国与世界各国友好合作的见证。
深中通道连接起大湾区的发展梦想，上海机场联络线拉近了城市的距离，花环隧道架起了中塞合作的桥梁。这些项目不仅代表着中国基建的国际领先水平，更给世界隧道建设提供了宝贵的中国经验。未来，随着中国基建在技术上不断突破，相信会有更多项目走出国门，在全球舞台上发光发热，为世界基础设施建设贡献更多中国智慧和中国力量。好了，今天的内容到这里就结束了。如果你喜欢小编的影片，还请大家多多点赞转发，让更多的人一起见证中国进步。关注我的频道，这样既能回顾往期视频，又不会错过之后的精彩内容。那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